那我们这次的前面的这个内容呢，已经跟各位介绍了关于这个睡眠呼吸障碍的从发生的原因、临床上面的一个情况，以及呢大家一般所熟知的一个治疗的方式。不过呢，对于针对一个睡眠呼吸中止的病人，尤其是 OSA 的病人呢，通常在临床上面的状况会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复杂的多。那很多病人呢，在治疗上面呢，也常常认为呢，是不是有发生 OSA 的话，是不是这一辈子呢，就是必须戴呼吸器，或者呢，也许他去接受手术的治疗呢，也觉得效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那很多人对于这样的治疗就会抱持着比较灰心的态度，甚至认为呢，得了 OSA 之后呢，可能就会影响到后续的整个的生活的品质。那治疗方面呢，戴呼吸器又不是他想象当中的那么方便，而且常常每天晚上睡觉还要戴呼吸器，很多人也觉得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实际上针对 OSA 这样的疾病呢，我们可能要再回来探讨哪些东西如果有好好的去做好，在生活的这个作息上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lifestyle。实际上呢，对于 OSA 方面的一个治疗跟它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呢，很可能会跟我们的这个 lifestyle 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它在治疗并不是单纯的只有透过呼吸器，透过我们的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各种的这个 oral appliance 或者是 surgical。那如果呢，我们有哪些去注意的好的话呢，我们的这个 OSA 的严重度呢，就有很可能可以明显的改善。那所以呢，我们这里就要跟各位介绍，跟我们这个 lifestyle 有关系的话呢，有4件事情。如果一个 OSA 的病人呢，能够把这几件事情把它做好的时候呢，它的严重度很可能就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那第一个呢，就是跟环境有关系的，我们是所谓的 environmental factor。那第二个呢是 GERD， 也就是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就是所谓的胃食道逆流影响的这个 OSA。那第三个呢是跟我们的这个活动量有关系，就是这个人的这个 physical activity 呢是不是足够了。那第4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 upper airway 的 muscle， 就是上呼吸道的这个肌肉的张力是不是有明显的下降？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训练来改善这些呼吸道肌肉的张力？那首先呢，我们就再来跟各位探讨这个环境的这个 factor 跟我们的这个胃食道逆流跟 OSA 之间的关系。通常呢，有 OSA 的病人呢，因为睡觉的时候不断的打呼会造成上呼吸道的这个震动呢，它会来加重鼻子的问题。那通常呢，有鼻子的问题呢，不管是鼻中隔弯曲、慢性鼻炎、鼻窦炎呢，病人常常就会因为这样导致有张口呼吸的现象，我们叫做 mouth breathing。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也很可能会受到也许是抽烟或者是空气污染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呢，鼻子的这个结构呢，因为肿胀发炎，病人的张口呼吸呢，就会恶化他打呼跟 OSA 的严重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病人因为不断的张口呼吸，这个时候呢，会让他的这个口水在睡觉的时候会蒸发掉，所以病人常常呢，早上睡醒的时候会有口干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个 saliva， 我们的口水呢，实际上是一个弱碱性的，它实际上是一个中和胃酸呢很重要的一个物质。所以呢，如果在睡觉的时候经常都是张口呼吸，口水不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胃酸呢就没有足够的口水来中和。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因为张口呼吸导致了这个打呼或者呼吸中止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力的吸气，空气进不来的时候产生胸腔很大的负压，这个时候呢就会改变我们的横膈膜的角度。那横膈膜的角度被改变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的胃酸，我们在用力吸气的时候呢，胃酸就很容易造成逆流的现象。所以呢，一个人如果有鼻子的问题，因为空气污染或者抽烟或者各种原因导致的慢性鼻炎，然后导致他的这样的一个张口呼吸呢，因为没有足够的口水来中和胃酸，同时因为用力吸气造成的横膈膜角度的改变呢，这2个结果都会导致病人有胃食道逆流恶化的一个现象。那反过来讲，
胃食道逆流呢，有没有可能会恶化这个病人的慢性鼻炎、鼻窦炎呢？这是有可能的。过去呢，耳鼻喉科医师呢，如果发现这个病人的慢性鼻炎、鼻窦炎一直治疗不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就会去检查他的肠胃。这个时候常常会发现呢，病人同时都会合并有厉害的胃食道逆流。那过去呢，认为呢，胃食道逆流呢，如果这个病人也许他不一定会告诉我们他可能有胃痛，或者是觉得会有好像胃酸逆流的感觉。那实际上呢，胃酸并不需要逆流到我们的这个咽喉，所以呢，胃酸没有接触到舌头，大部分的病人是不会觉得酸的。可是呢，现在的研究慢慢发现，胃酸呢，它实际上并不用跑到我们的这个咽喉，甚至跑到鼻腔，它只要刺激到我们食道的迷走神经。这个时候呢，迷走神经受到刺激的时候呢，它就会形成一种神经的反射。所以呢，现在已经把这个所谓的胃食道逆流这个 reflux 呢，认为它的胃酸并不用逆流到我们的咽喉，它只要刺激到我们食道的这个神经。这个时候呢，它就因为这个胃酸是一个强酸，那这样强酸就会 induce 很多的这个 sensory 的 neuropeptide 的产生。那这样的产生呢，整个迷走神经就会呈现是一个发炎的情况。那这种发炎我们把它叫做是一个 neurogenic inflammation， 就是一个神经性的发炎。那这个时候神经性的发炎呢，它就会引起3种结果。第一个呢，它会透过这个神经的反射，导致我们鼻腔充血肿胀的情况会更厉害。所以这样 nasal 的 congestion 更厉害的时候呢，张口呼吸就会更厉害。那第二个呢，它实际上因为这些 vagus nerve 的刺激，它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 cholinergic tone 上升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也会减少我们上呼吸道的这个肌肉的张力。所以肌肉的张力不足的时候呢，也更容易发生塌陷，产生阻塞的情况。那第3个呢，就是导致我们的这个上呼吸道咽喉附近呢，就会呈现慢性的发炎。那这个时候呢，病人也会感觉到常常喉咙有一个异物感，常常觉得喉咙有卡卡的，好像有痰又咳不出来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呢，常常也会造成慢性咳嗽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刚刚有提到，如果有环境造成的慢性鼻炎的问题，它会恶化胃食道逆流。那胃食道逆流呢，也会反过来恶化这个人的慢性鼻炎、鼻窦炎。所以呢，鼻子跟胃食道逆流这2件事情呢，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那这2个恶性循环的结果呢，都是加重这个病人的上呼吸道的一个松弛、肿胀跟阻塞。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这个 OSA 的严重度，或者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上呼吸道狭窄的程度呢，就会恶化。所以呢，鼻子跟胃食道逆流呢，这2个呢，就会恶化我们这个 OSA 的严重度。那过去呢，一般会认为呢，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面常常就是一个慢性咳嗽的一个症状。所以呢，过去就会对于这样的病人呢，如果积极的使用鼻子的药物去治疗，包括是一些抗组织胺，可能是鼻腔的一个类固醇的喷剂。那对于这个胃食道逆流呢，积极的去治疗，使用抑制胃酸的药物，包括所谓的这个 PPI， 就是 proton pump inhibitor 呢，去治疗呢，实际上只能短暂的改善这个病人的慢性咳嗽的一个症状。那后来呢，有人做研究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慢性咳嗽一直呢没有办法完全根治的病人，让他去接受睡眠呼吸检查的时候呢，发现慢性咳嗽、鼻子跟胃食道逆流比较严重的这些病人，有 44% 左右的病人呢，实际上是合并有 OSA 的。然后他们针对这些 OSA 的病人呢，如果让他使用呼吸器，连续性扬压呼吸器呢，把这个喉咙在睡觉的时候撑开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有 93% 的病人呢，他的慢性咳嗽，他的这个鼻炎跟胃食道逆流就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认为呢，实际上胃食道逆流还有慢性鼻炎，他们彼此会恶性循环以外呢，他们除了加重睡眠呼吸中止，那睡眠呼吸中止呢，也可能反过来加重鼻子跟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所以现在慢慢就认为呢，睡眠呼吸中止它本身是一个上呼吸道在睡觉的时候呢，反复塌陷、反复打开，甚至一个反复震动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是一个 vibration trauma，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一种因为震动造成的一个黏膜的伤害。
那这样的一个黏膜的伤害呢，实际上就会透过神经的反射呢，会加重鼻子的肿胀，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吸不到空气，也会增加呢胃食道逆流的一个情况。所以呢，鼻子的问题、胃食道逆流的问题，还有呢 OSA 呢，这3件事情呢，就每一个都可能恶化另外2个，所以它本身呢，常常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那对于临床上面呢，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减少这个胃食道逆流的问题？那实际上呢，很多就是跟我们的生活作息有关系。那可能有一些呢比较辣的食物啦，一些比较高油脂、一些油炸的食物呢，可能就要减少。不过呢，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在睡觉前的2个小时内呢，实际上是不应该进食的。除了开水以外呢，我们会建议呢，其他的食物，任何的食物，包含我们的果汁、牛奶，甚至饼干、水果，任何的食物都不应该在要睡觉前呢去有进食的情况，因为我们食用完这些食物呢，我们这个胃酸的量就会增加，这个时候去睡觉的时候就会引发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一连串的恶性循环的问题。